大家好，欢迎收看晴不离。每当看到这些站在草地上的母爱巨石雕像，大家一定会想到，这就是智利神秘的复活节岛。近千年来，小岛跟它的名字一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复活重生。从郁郁葱葱遍布森林，海鸟飞扬，动物奔跑，到满目疮痍，土地贫瘠，鸟兽散尽，古迹荒凉；从部族和睦，繁荣昌盛，到人祸饥荒，自相残食；从外族入侵，被迫为奴，到和平归乡，病死天花。似乎复活节岛经历了所有人类历史上的人类对自然和人类对人类的种种暴行。虽然现在积极的自然保护和繁荣的旅游业将小岛推向了又一次复活重生，但一个新的灾难正在明目张胆地一步步走来。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孤独的海岛，距离最近的南美大陆智利也要3600多公里。1722年的复活节，荷兰探险家雅可布首次发现小岛，并以复活节岛命名。那时的岛上已经是一片荒凉，约2000名岛民多属于半饥饿状态。令雅可布惊讶的是，岛上沿海地带竟竖立着许多巨石雕像。如此饥困的岛民是怎么搬运这些石像的呢？带着这个疑问，他们杀死了10位岛民并离开了小岛。1774年，英国库克船长也来了，他发现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与岛民相通，岛民们有自己的名字拉帕努伊。一直以来，人们猜测岛上的最早居民应该就是善于航海的波利尼西亚人。据说在公元1100年左右，一位酋长带领着一家人乘坐独木舟从大溪地出发，第一次到达了复活节岛。那时候的复活节岛森林茂密，生物种群繁多。经过酋长后代几代人的努力，岛上的人口增加到了繁荣顶峰17000多人。同时，用于宗教和祭祀活动的母爱巨石雕像也越来越多。但为了生产生活而无节制的滥砍滥伐，岛上曾经繁茂的树林终于被人们砍光了。当然，树林的消逝还跟与先人们一起来到岛上的老鼠有关。这些老鼠以树木的果实为生，再加上岛民们早就杀光了传播树木花粉和种子的鸟类，最终还是岛民们自己把小岛给弄秃了。从此，他们只有依靠耕种农田和饲养祖辈们带来的鸡来解决吃饭问题。这种靠天吃饭的日子，最终导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使岛上各个部族的人们开始了残酷的内战和相互蚕食。其中最狠的一句话就是“我牙缝里塞着一丝你兄弟的肉”。同时，他们还相互破坏并推倒对方的摩埃。如今，制作雕像的火山采石场附近散落着很多未完工或正在运输途中的摩埃，时间仿佛停滞在了腥风血雨之中。当欧洲人第一次登上复活节岛的时候，岛民们正在复活重生，但随后他们却被当作奴隶贩卖，后又因天花爆发而大面积死亡。到了1860年代，岛上仅剩下111名拉帕努伊人，同时所有的母爱巨石雕像也都被推倒了。如今的复活节岛绿意盎然，大部分雕像都站了起来，岛上居民也有5000多名。作为以近1000座巨人石像而闻名的世界遗产，每年更是吸引10多万游客前来游玩观光。但这繁荣背后又有一个灾难正在慢慢走来。随着人口和游客数量的增加，复活节岛每天可产生20万吨的生活垃圾。另外，由于地处世界5大海洋垃圾漩涡之首的南太平洋中部垃圾漩涡附近，近年来小岛也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海洋塑料垃圾的污染和侵袭。垃圾多了，但处理能力有限，人们也在寻找垃圾清理处理和再利用的最佳途径。这座2014年开业的音乐学校就是使用了2500个轮胎、4万个玻璃瓶和4万个罐子等垃圾而建造起来的。其实现在一半岛民的祖先，曾经的拉帕努伊人也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仅通过3根绳索就可以让母爱巨石雕像轻轻松松的自己摇摆漫步前行。这数百年的谜团终于被解开，通过巨石雕像的步伐，似乎也可以看出拉帕努伊先人们那非常可爱的一面。最后也希望复活节岛能够顺利的摆脱掉垃圾污染，将全新的复活重生继续下去。对此你怎么看呢？来次旅行找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